传球争宠总算是上演了。对不起啦，小柔姑娘，今日这宠你可是争不到了。来，哎呦，小姐姐，等一下，奴婢见过萧贵人，那就一起玩吧。哦，谢谢萧贵人。贵人，今儿御花园怎么格外热闹？回皇上，想必是这新入宫的秀女在御花园戏耍呢。好慢点儿。小姐姐，快啊！这边啊，小姐姐。来，给我，来吧。哎，皇上小心！哎呀，萧贵人，这奴婢还有事先回慈宁宫了。姐姐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嫔妾见过皇上。你不是前段时间竞选秀女时那位？皇上，这位小主就是之前面圣时引来蜜蜂的惠常在。爱妃可有受伤？哎，你这篮子里是何物？谢皇上怜爱，嫔妾无恙。嫔妾采摘一些芍药，入馔既可养气，又添香。你年纪不大，倒是识花识时。妾曾在父亲书斋旁偷听过本草，不才识得几种花药，偶有用处。难得你一个女子竟然如此博闻强志。你平日里喜欢读些什么书呢？嫔妾喜欢读诗。哦，喜欢什么诗呢？嫔妾喜欢的诗很多，但今日此情此景，倒是叫嫔妾想起一首偶然见过的小诗：对酒吟诗花劝饮，花前得句自推敲。九重三殿谁为有？皓月清风作气娇。这不是皇上当年花下偶成的诗作吗？你怎知此事？嫔妾偶然在一旧书房中看得，便记下了。看来朕与惠常在倒是有几分机缘。主线剧情完美触发，那女主看对眼，至少提前了3年。yes！ 哎呀，这个狗皇帝天天看我不顺眼，治我的罪，我还得替他操心感情生活，我可真善良。回家精彩啊！奴婢见过十四爷。今日这一局，堪称后宫典范，只可惜太过于精密。若没些先知先觉的本事，怕是做不了这件事儿。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说什么。哦，是吗？那本王给你讲个故事。本朝啊，曾经有一位国师，他说他受到了仙人的眷顾，能够有预测未来的本事，而后也为父皇预测了很多事儿。我的父皇也听他预测了很多事儿，最后也都得到了灵验。我想你应该是和他一样的人吧？我啊，怎么可能？预测未来，我这十四爷刚看到的应该都是巧合。是吗？嗯，皇上的行程你能精准掌握，秀女们在御花园传球的时间和地点你也都清清楚楚，就连绣球掉落的位置你都掐得那么准。你跟本王说这是巧合？
我运气可太好了。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便向本王预测了太后的病。本王那个时候没觉得什么，以为只是巧合。但后面发生的一桩桩事，让本王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。我的秘密？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太逗，我没有秘密。跟本王来。我是真的假的？这是本王的暗卫调查的卷宗，你看看。6月初7，叶瑾揭穿秀女云溪给秀女智慧下毒，致使云溪被打入冷宫。6月初8，叶瑾游说兰贵妃设宴立威。6月初9，秀女柳眉因在宴上与兰贵妃顶撞而被体罚。6月初10，秀女萧柔因胭脂过敏而毁容。期间，叶瑾出入了她的寝宫。你派人监视我？不错，因为本王看不透你，本王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当户部可查，年龄、籍贯、家人、入宫年份都有迹可查。卷宗可以造假，但一个人的气质造不了假。从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本王就知道你与众不同，而这些卷宗也证明了你不对劲。你对付那些秀女的手段看似平常，实则每一步都精准无误，跟提前知道了一样。比如今日的绣球争宠。哎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本王虽知道了你的秘密，但本王并不想怎么样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本王可以为你保守这些秘密。若你想保守秘密，这个卷宗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其实是有条件的，对吗？果然聪明。作为回报，你要帮本王解决个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不知道额娘和佟家宝珠又聊了些什么，额娘非要她做本王的福晋，不日还要传她进宫，但本王已无以敷衍，你得帮本王想个法子。皇上，今儿晚上去哪位娘娘宫中歇歇啊？朕去寻惠贵人说说话。回皇上，惠贵人这几日被太后下令禁足了。禁足？为何？说是触犯了宫规，具体缘由太后并未言明。皇上，兰贵妃今儿又遣了婢亲送汤羹来，您已经有旬日未曾移驾贵妃宫了。走吧，就去他那儿吧。这碧清，还有什么事？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碧清也不通报一声。是朕不让他通报的，朕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哼，惊吓还差不多。皇上冷落臣妾许久，怕是连臣妾的宫门朝哪边开都忘了吧？这夜深人静才来，是哪位贵人不留您过夜了？唉，既然爱妃如此不留情面，那朕便不打扰了，回前殿去便是。既然来了，就休想臣妾放过你。朕近来确实政务繁多，
每日批阅奏折，心头烦扰。今夜稍有空闲，便想起许久未见爱妃，心中甚是牵挂。臣妾还道是哪位新人迷了您的眼，连臣妾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。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你呀。你可是朕的兰贵妃，怎可轻易被替代？油嘴滑舌的。夜深了，陪朕歇下吧。真儿，夜半三更，你带人来此做什么？啊，碧青姐姐，是我。皇上在贵妃这儿吧？我有要紧事要禀报，事关主子娘娘安危。皇上与贵妃娘娘已歇下，规矩你是忘了。夜里擅扰圣驾，该当何罪？这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腹痛不止啊！你们就会这一招了是吧？腹痛不止，你找太医呀？找皇上有何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送真二姑娘回去。皇上，请您去看看端妃娘娘吧，端妃娘娘腹痛不止。皇上，住嘴！惊扰了圣驾，你担得起吗？何事喧哗？回皇上，是端妃娘娘宫里的真儿哭喊着要求见圣驾，说是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恐有不测。皇上，这奴才的话一向张狂，未必可信。再者，不是还有太医吗？端妃有孕在身，朕理应去看看。爱妃早点歇下，朕去便回。娘娘，都怪真儿那个小蹄子，奴婢拦都拦不住。皇上，听闻你腹中又觉不适，朕特地过来看看，可召了太医？妾身无碍，只是胎象不稳，惊动了圣驾，实在惶恐。你怀了身孕，最要紧是养好身子，其余的事不必多操心。皇上夜来辛苦，妾特地煮了碗莲子羹，里头的莲子还是妾亲手包的。几日不见，爱妃这宫里头又添了宫女。皇上，妾身是住在侧殿的柳答应。既是侧殿的人，为何入夜还在这里？入宫之时没有学过宫规吗？皇上，是臣妾让他来的。如今妾身卧床养胎，实在难得侍奉圣上。柳眉既是我宫里的人，心性规矩皆属上乘。若皇上不嫌弃，妾身可以请他去偏殿伺候，也算是妾身尽一番心意。你倒是想得周到。给端妃娘娘请安。
皇上呢？走了。回娘娘话，皇上天未亮便起了，司喜公公服侍着出了殿，未曾多言。可有给你什么赏赐，或者升位分？未曾。奴婢说要替皇上更衣，皇上摆手说不必了，让我再去睡一会儿。奴婢也不敢多扰。你呀，也是真心实意的可爱。皇上一句不必，你便真的先歇息了？你应该自己上前一步，让皇上知道你对他有情意，有依恋，不然皇上怎会记得你是谁？那我罢了，本宫就再帮你一次，替你讨个位分来，可好？如今你住在本宫偏殿，又侍过寝，该有个常在的位分，才配得上你了。多谢娘娘提携之恩，臣妾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，以后定为娘娘效死力。只要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他才初次侍寝，娘娘给他讨的位分是否太高了些？这后宫二分天下，本宫与这兰贵妃素来势不两立。如今本宫有皇子傍身，这后宫自然是本宫的天下。本宫此举就是要让这些新来的小主子们好好瞧瞧清楚，谁才是这后宫之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答应齐家氏，殊慎幸成，勤勉柔顺，晋升为常在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恭喜啦，柳常在。公公，请笑纳。这不折上了老爷呀？那恭喜柳常在。姐姐，这几日姐姐闭门思过，这膳房啊，怕是没有往日殷勤。我呢，就从太后的小厨房给你顺了点糕点，全当是她老人家赏你的。难为你还惦记着，我抄了这半日佛经，倒是真有些饿了。尝尝，好吃吗？看你如此沉得住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闭门思过而已，我若沉不住气，岂不正中旁人下怀？说得好。我呢，听你打听过了，在太后召你训话之前，是一个小太监在她面前搬弄是非。这个小太监呐，是兰贵妃的人。果然是他。这招借刀杀人倒是用得巧妙。哦，还有件事，这几日呢，皇上又新封了一个常在，是柳眉，端妃一手扶持的。你这边风头刚落，他那边就立了个新人，
这端妃怕是不想给姐姐翻身的机会了。倒是稀罕，端妃竟也出手了。这后宫斗得如火如荼，我就暂且避一避风头吧。没错。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我看到皇上都急匆匆的赶过去了，好像是练武场那里出事了。哎，是不是那马出事了？我刚才看到那马的尸体被运出去了，血淋淋的。什么马呀？十四爷出事了，说是被烈马冲撞，从马上摔下来了，2条腿都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儿如何了？回太后，王爷伤势凶险，幸而止血及时，并无性命之忧。那他这腿可有大碍？还能站起来吗？腿骨伤得极深，经脉受损，恐怕王爷一时半刻难以站立。日后要想痊愈，还需尽量调理。皇额娘，张太医，朕要你全力医治14弟的腿，不管需要什么药材，你尽管用。臣明白。太后，14爷他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息怒，王爷去马场骑马，刚开始还好好的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王爷骑的那匹马受惊，最后王爷只能杀了那匹马才停了下来，可他自己也摔了下来。好好的马，怎么可能受惊？额娘，儿臣已经着人去严查了。太后娘娘，14爷到底如何了？唉，原本喜事在前，如今却老14这腿，怕是不会的。14爷多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不会的？孩子，回吧。等老14的腿好了，我再召你入宫。太后，是。轻点儿，轻点儿。王爷，您现在知道疼了，奴才都已经很轻了。福公公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早知道就不给你出这主意了，这伤的也太重了。不够狠，怎么能断了皇额娘的念想？疼吗？不疼。骗人！平时我的手如果蹭破都会疼，更何况是你现在。福公公，还是你来。看着可怕，其实是本王自己伤的，没有伤到骨头。可是太医说，太医是本王的人，只要婚约不取消，本王的腿就好不了。哦，你对自己倒是挺下得了狠心。怎么，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之后这条腿万一瘸了，你再赖上我。不赖你，只要你答应本王一件事。王爷，
又有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不如就留下来伺候本王，和本王一起保守这个秘密。我14跟哀家张了嘴，说要留你在身边。你是哀家身边出去的人，做人也本分。哀家准备赐你个格格的名分，你就留在14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太后娘娘，奴婢不要名分，奴婢愿以医女的身份侍奉14爷。你嫌格格的名分太低？不是，奴婢不敢，只是奴婢自知出身卑微，配不上14爷，也从未肖想过不属于奴婢的位置，唯愿竭尽所能侍奉在太后和王爷身边，无愧于太后和王爷对奴婢的恩情。你伺候哀家一场，哀家也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。哀家知道，这格格的位分是有点低，但你只要好好伺候，等14成亲后，哀家一定会将你从宫中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到时候你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，给你封个侧福晋也不是难事。太后圣恩，奴婢心领。只是奴婢医女出身，立志行医，不愿被后院束缚，更不愿意因一纸名分误了本心。只要能侍奉在14爷身边，为他治病诊疾，已是奴婢莫大的福分。额娘，名分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儿臣还有要事找您商量。你还有什么事？儿臣……奴婢告退。刚才如张太医所说，儿臣的腿没个1年半载根本好不了，就算好了，也会留下跛足，完全康复遥遥无期。腿伤的事慢慢养，不着急。重要的是不要留下残疾。额娘，可有些事儿等不得。你所指何事？佟家宝珠年已及笄，儿臣已然残疾，不愿耽误他的前程，还求皇额娘撤了这门亲事。你只是伤了腿，又不是废了。你是皇家血脉，你就是真瘸了，也自有人愿意与你结亲。那佟家宝珠只是将门出身的女儿，配你是她的福气。额娘，那威武将军是个心高之人，儿臣无权无职，又落下残疾，他心中定是不情愿。况且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这强扭的亲事何必呢？听你这话，像心中自有定计。你须知这门亲事是哀家为你精挑细选，与你大有裨益。佟家宝珠对你痴心一片，威武将军一门又人丁兴旺，万一哀家哪天薨逝了，你也有一门岳丈家可以倚仗。额娘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儿臣明白您的意思，但儿臣已经长大了，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刚才太后之言并非本王之意。我知道你我之间本就是做戏，王爷请放心，奴婢不会当真的。你觉得本王待你皆是做戏，不是吗？不只是王爷，我也一样。你呢，演忠孝两全的皇子；我呢，演尽职本分的医女。彼此心照不宣，互惠互利，何必认真？那倘若本王说想实心实意的给你一个名分呢？别，那也太吓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不可能以丈夫为天的，我也不可能跟其他的女子共侍一夫。而且我有一技之长，天高海阔，哪里去不得？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？更何况，在我的家乡，我已有所爱之人。
奴婢告退。贵人，你看那边，那边的荷花开得可真好看呀。荷花虽好，可终究不及御花园的牡丹娇艳。本宫最爱的那盆瑶黄，每日一见啊，必神清气爽。可是瑶黄娇贵，太难伺候了。娘娘放心，奴婢每日吩咐人用温水细养，就连半夜都不敢疏忽半点。怎么了？信房那边有事，管事的婆子让我亲自过去一趟。只是贵人这边也离不得人啊。去吧，正好本宫也想自己走一走。这个季节的莲子正好，蒸出来熬汤最养人了。什么声音？萧贵人，萧贵人，萧贵人，快来人，快来人啊！萧贵人，快把萧贵人扶回寝宫，快传太医。萧贵人摔倒，这剧情也提前太久了吧？都怪我一时冲动救了他，改变了他结局。这蝴蝶效应还会引发什么呀？启禀皇上，昨夜萧贵人险些坠桥身亡。那萧贵人她，萧贵人昨夜心情不佳，去花园散心，但不慎失足跌落，这脸毁了。失足？可要查清原因。贵妃娘娘已遣慎刑司彻查。赐些药材银两，好好安置他吧。这皇上，是臣妾，臣妾是小贵人。皇上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臣妾受伤绝非意外，是有人要害臣妾。此事，兰贵妃已令慎刑司彻查，结果早已有定论。你说有人要害你，可有凭证？臣妾没有证据，但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事过蹊跷。兰贵妃一句意外替臣妾盖棺定论，臣妾不服。臣妾只求皇上能够彻查此事，为臣妾讨回一个公道。后宫之事，素来有兰贵妃打理，朕朝政繁忙，岂能日日事事插手？皇上，臣妾会死的呀！皇上，臣妾的一生已经毁了，臣妾现在只求讨回一个公道。皇上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吗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朕岂会为你一人坏了旧礼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皇上难道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？放肆！你不过一个贵人，还妄跟皇上成夫妻，真是魔怔了不成？皇上，拦住！放开我！皇上，我求求你！皇上，皇上！萧贵人殿前事宜禁足1个月，着太医每日诊治，其余的杂事
就不要再烦朕了。这皇上，带走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起驾！这皇上未免也太无情了，好歹也是他宠幸过的女人。萧贵人以色侍君，却不懂色衰而爱弛的道理。今日她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更不该让皇上看到她毁容的脸。之前皇上对她或许还有些情分，可今日过后，这情分怕是一点儿也不剩了。不愧是小说里的宫斗冠军，你果然很了解皇上。我13岁时便立志入宫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开始悄悄搜集关于皇上的一切，他的文章、奏书、诗赋，我都研读过，也都背下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整个后宫怕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后宫于他，不过是朝堂之外的喘息之地，亦或是绵延皇嗣的场所。没有人能入他的心，就连我也不例外。你要能这么想，已经胜过宫里很多其他女人了。虽说皇上下旨令御医每日前来诊治，但是兰贵妃派来的御医尽是敷衍，开的药也毫无作用。贵人已经呕血了好几日了，一直不见好，奴婢担心她熬不住啊。贵人，这是慈宁宫派来的医女叶锦姑娘，听说您病重，来给您瞧瞧。不必了，救我做什么？还不如让我去死了的好。您若是死了，那害您的人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贵人这病不是伤寒，也非毒症，而是肝气郁结所致。若是心宽体顺，吃几副药便好了。但若日夜郁郁，肝气所致，怕是神医也难医治。我的脸被毁了，我连仇人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如今还被皇上厌弃，你叫我如何心宽气顺？哪怕只为了看清真相报仇雪耻，你也应该活下去。碧清姐姐，叶锦姑娘，贵妃娘娘有请。好。这些金饰头面都是贵妃娘娘赏你的。奴婢谢谢贵妃娘娘厚爱，只是奴婢惶恐，无功不能受禄。既绝无功，那眼下本宫就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不知娘娘有何事差遣？太后寿辰就快到了，届时必定宴请后宫众妃嫔。你掌管慈宁宫膳房，方便接近膳食。到时把这包药加进端妃的饮食中。奴婢不敢，娘娘饶命！怕什么？哼，此物名为青藤草，不过只是泻药，谁让她怀了孕还不安分，处处与娘娘作对。娘娘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只要你处理得当，没有人敢质疑太后宫里的饭菜有问题，更不会有人怀疑到你。可是娘娘，我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，莫非你对娘娘所表的忠心都是敷衍不成？本宫向来赏罚分明，此事若办成了，本宫还有重赏；若办不成，本宫有的是法子
让你永远消失在后宫。剧情已经失控了，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破局，我就玩脱玉线。姐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如此难看。我……哎呀，贵妃娘娘刚才赏了我特别多珠宝首饰。她要你做什么？她想让我在太后寿宴上给端妃下药。下药？下什么药？她说是泻药，只是让端妃闹肚子，不会致命。端妃现在怀着龙嗣，毒害皇子可是重罪，稍有闪失，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额娘，也难辞其咎。你答应她了吗？她威胁我，她让我在后宫消失，所以我……你过来。这件事情交给本王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本王在，就不会让你消失。斟点碎一点啊。去取些枸杞，这个汤色不够，2毫就够了啊。是。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都落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儿臣恭祝母后，祝母后福寿与天齐。母后，一会儿可以尝尝这个，这个是从苏杭进贡上来的。臣妾祝太后福泽安康，绵延千岁。兰贵妃有心了。谢太后。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的腿还没有大好，万万不可喝酒。14弟，好生休养。母后，无碍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以茶代酒，祝太后娘娘生辰极乐，寿比南山。要好好安胎。谢太后娘娘。您尝尝这个。皇上，你也尝尝。娘娘，疼！娘娘，好疼，好疼！娘娘腹痛，快传太医！快，传太医！回皇上太后，贵妃娘娘腹痛，乃误服青藤草所致。此草虽非剧毒，但遇热时隐隐剧痛，若量再加大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青藤草是何物？青藤草乃西域异物，极为罕见。宫宴之中怎会出现此物？
皇上，有人要毒害臣妾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来人，将今日小厨房所有人都带下去审问，并彻查今日负责上菜的工人。太后，皇上，你们一定要给臣妾做主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毒汤并非是冲着兰贵妃来的，而是给臣妾的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兰贵妃服毒，臣妾才后知后觉发现汤有问题，于是派人去小厨房调查，没想到臣妾的汤和兰贵妃的汤半道被人调换了。若非如此，躺在榻上的可是臣妾。来人，今日给端妃传菜的宫女是谁？带上来。带上来。你便是今日传汤之人，说为何要调换汤盏？太后饶命，奴婢调换汤盏，是因为奴婢不想死。是兰贵妃宫里的婢妾，她还以奴婢全家的性命相逼，要我在端妃娘娘的汤里下药。奴婢怕事败牵连，于是偷偷换掉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从未胁迫她，更未指使她下毒。混账！宫宴动毒，岂是你一句冤枉可以了事？把这2个奴婢带下去，好生审问。娘娘救我！娘娘！人证物证俱在，碧青又出自你的宫中，此事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臣妾是被人栽赃陷害的。贵妃宫人毒害妃嫔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私刑，传朕口谕，贵妃管束失责，即刻褫夺封号。皇上，降贵妃为妃，夺去6宫协理之权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被人冤枉的。海峡的寿宴被你们搅得这般模样，这后宫确实是该整肃了。皇上，你个贱婢，竟敢背主翻供！当初不是他哭着求碧青出头，替他家人解困，如今竟敢反咬一口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娘娘息怒，这件事牵连太多，稍有不慎便是满宫风雨。奴婢以为皇上如今只降娘娘为妃，未曾再追责，已是顾全旧情。顾全旧情？他若真有情，又怎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这般羞辱本宫？可娘娘到底还在妃位之上，只要娘娘沉住气，很快便能东山再起。哼，东山再起，也得先熬过这口气。碧青忠心，一人将所有罪责都承担了下来。可他知道本宫诸多秘密，留他在慎刑司，只怕会夜长梦多，再生知己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会让他好好的离开。皇上今日辛劳过甚，奴才瞧着此处风光甚好，不如皇上移步庭中歇息片刻。此处风光确实不错，在此晌午，想来别有风味。皇上您忘了，萧贵人她……哎，皇上，不如咱们传南府教坊的舞技。皇上，这不是奴才安排的。这舞伎看着也不像是南府的人，虽然武艺是生疏了些，但是颇有几分灵动之气。
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昨夜侍寝，滋味如何？本宫费尽心机把你从冷宫捞出来，送到皇上面前。如今你一夕被封为答应，也算一步登天了。贵妃娘娘提携之恩，云溪永世难忘。起来吧，既随了心愿，以后就好好替本宫做事，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是。西姬丸，每日定量服用，可保肌肤雪白，容光焕发。若不是服用它会妨碍生育，本宫都想试试。西答应，为了邀宠而牺牲生育能力，你不会怨恨本宫吧？这是臣妾自己的选择。贵妃娘娘一入宫，便获圣宠，从未尝过被皇上忽视的滋味。若是连邀宠都不能，甚至连皇上的面都见不到，那即便有生育能力，又能如何呢？你倒是有魄力，好好施展你的能力吧。本宫静待佳音。恭送贵妃娘娘。嗯？哼，怎么，老朋友见面不叙叙旧？你我之间又有何旧可叙？是吗？哼！大胆！你敢摔坏皇上御赐的扇子，现在马上下跪道歉，或许我会饶恕你。这分明是你自己摔坏的。你们都看见了，刚才是谁摔坏了扇子？自然是萧贵。柳眉，我如今容貌尽毁，早已无法与你争宠，你为何还要落井下石？我齐家柳眉出身八旗，天生金枝玉叶。你呢？不过是个汉军旗出身的庶出女子，也敢妄想与我比肩？仗着几分姿色，狐媚得宠，终究不过镜花水月。如今毁了容，连条出路都没有了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不就是嫉妒人家比你貌美吗？柳常在，这心里可真阴暗啊！哪里来的低贱宫女，敢在本宫面前出言不逊？来人，掌嘴！我是慈宁宫正六品的女医，要想掌嘴，还轮不到小主。小主，他是太后赐给14爷的人，不过是个庸脂俗粉，替14爷提鞋都不配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想狐假虎威。我今儿就是要打你，谁能奈何我？打！住手！叶瑾是本王的侧福晋，就算犯了错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皇上，臣妾只是在开玩笑。思琪，奴才在。齐家是行为失仪，德行有亏，着急降为答应，迁出咸福宫，移居冷香院佛堂，闭门思过。奴才领旨。侧福晋，此乃臣弟所想，还并未知会皇额娘。14弟可真是个情种，放着高门贵女不要，却和一个奴婢牵扯不清。你可知皇额娘执意要你娶佟家宝珠的深意？臣弟
自是知晓，但臣弟以为是皇额娘多虑了。额娘一腔慈母之心，都尽数给了你。有时候，朕真的很羡慕。罢了，既然你喜欢这个奴婢，朕作为你的兄长，成全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你若真的纳了这个奴婢出身的女子为侧福晋，那位威武将军可未必会把女儿嫁与你。少了一个得力的岳家，你将来不要后悔才好。多谢皇上成全，此乃皇帝本心，绝不后悔。既然你情我愿，朕便成全你们。宫女叶瑾，赐婚14王爷，封侧福晋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谢皇上。恭送皇上。什么你情我愿，我根本就没答应啊！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权宜之计，皇上都下旨赐婚了，难不成还能反悔啊？你若执意不愿，那日后我就自然再想法子。但眼下局势未定，你有我之庇护，总好过你一人在这后宫中任人宰割，对吧？王爷，王爷，最近没事儿，您就在宫中休养，不要总出去了。今日你比往常回来的晚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出去办事，发现宫禁严格了很多，巡逻的禁军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倍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京城有人得天花了。这种流言啊，每几年都会有一次，若无实据，不必可信。但这次可能是真的。本宫莲怎么了？珍儿，拿镜子来。娘娘，快点，拿镜子过来。怎么会？本宫脸上怎么会长这么多？奴婢这就去宣太医。站住！不能宣太医。可是娘娘，宫里尚未有天花病例，若本宫是第一个感染上的，到时候宫里疫情传开，本宫在皇上眼里就是罪人了。本宫不能是第一个。可是病拖不得。娘娘，您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您得为您肚子里的皇子考虑啊。本宫正是为肚子里的皇子着想。此病根本无药可医，能不能活，全靠天命。若天命好，我们都能活；若天命不好，一尸两命，我和皇儿都活不成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珍儿，一会儿去拿脂粉，替我掩盖一下。此事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。
然后你去府里给额娘和阿玛传信，让他们去民间寻些药回来。此病民间多发，宫里的药未必比得上民间的药。快去！是。端妃宫里可有动静呢？目前看来一切如常。不应该呀。给娘娘请安。免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慌成这样？是端妃，她的贴身宫女真儿回宫，身上带的药材被门口的侍卫截获。有经验的侍卫认出，这药材是治疗天花的药材。娘娘，如今连端妃都染病了，那岂不是这宫里都不安全了？娘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问朕怎么办？身为内侍总管，宫里出了天花，竟一无所知，朕治你一个失察之罪也不为过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传旨旨意，即刻封宫，召太医紧急会诊，所有与端妃接触过的妃嫔宫人，一律就地封宫隔离。奴才领旨。封门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咱们宫被封起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本宫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本宫！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要见太后娘娘！开门啊！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皇儿，额娘对不起你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额娘为了养胎，哪儿也没去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何会这样？给娘娘请安。今年的新料子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怎么又有这么多？这是今年的贡品，这料子不禁放，皇上让送到后宫分给各位娘娘。奴才第一个就给端妃娘娘您这边送过来了。本宫看这料子柔软华贵，适合做寝衣。珍儿，你去给本宫做几件寝衣吧。是。布料，是布料有问题。那五府的太监为何要害本宫？是他，掌管宫里多年，一定是他指使人干的，一定是他。我要去揭发他。兰妃，娘娘，是兰妃。滚！都给本王滚出去！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了这是？十四爷在小说里出场不多，天花事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，没想到竟波及到了他。别过来。我看看，福公公猜的没错，
果然还是中招了。既已知道，还不离本王远一点。你我日日相处，现在说远离是不是太迟了？太后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14爷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14爷也感染了痘疹。什么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14爷那边的住所已经封宫，所有接触过14爷的奴才也全部强制隔离了。是叶锦姑娘下的命令。如今叶锦姑娘正留在14爷身边，亲自照料王爷。叶锦做得好啊！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天花扩散。叶锦会医术，14那边有叶锦照顾，哀家放心。传哀家懿旨，让太医们全部进宫。是。萧贵人有心了。王爷，今天你有口福啦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这么烫？福公公，取盆冷水过来。这，王爷，我痒的受不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坚持一下。福公公，抓住王爷的手。哎，坚持一下，王爷。哎，王爷，痒。王爷得罪了，去取根绳子过来。这，痒。抓着王爷手。不行，还是得去太医院，再去取一个这样的方子。别走，留下来陪本王说说话。说什么？就说你家乡的故事。我的家乡，我的家乡无趣的很。那就说你家乡的那个男朋友。王爷还记得这个人呐？好，也不是不能说，他叫安景瑜，而且模样呢是1等1的俊冷潇洒。就这样，他一炮而红，靠最后一场演唱会奠定了他第1乐师的位置。他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第1乐师的故事，确实很厉害。但是你说他出名靠团综，其他靠音综是什么意思？这些话本王都听不太懂啊。没听过正常，是我家乡的土话，听不懂也正常。你们家乡的话真奇怪，比《山海经》还怪。后面你说的粉圈、打头、应援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出圈是靠一部剧，剧是什么？他的哭戏很糟糕，但靠颜值出圈，这个出圈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圈都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太困了，困得我都胡言乱语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胡言乱语总能自圆其说。王爷，烧已经退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
王爷醒了。啊，王爷感觉，王爷你的脸，我的脸，痘疹都退了，不过数日，竟然痊愈了。不对，不应该这么快的。什么不对？如果是天花的话，不应该这么快就痊愈了。你的症状更像是水痘，民间又称水花。虽然出痘症状跟天花相似，但是毒性很轻，7天左右就可以痊愈了。那意思是，本王死不了了。死不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大有文章可测了。贵人安好，妹妹珍重。这是叶瑾的笔记。天花一事乃兰贵妃设局，她借此事令端妃失宠。此事之后，她必会独掌后宫，皇后之位与她只有一步之遥。她为人跋扈，若真得势，后宫必定日子难过。我有一计，能助姐姐借势而起，与她分庭抗礼。但此计需赌，成则飞升，败则粉身。不知姐姐可愿一试？这一笔要用力一些。好嘞，今天教的这几个字都学会了吗？娘，我给你背首诗吧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湖州知府云天赐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暗通武王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，即日革职查办，抄家问斩。钦此。我这一生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从未有二心。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诬陷忠良！大胆！来人，拿下！老爷，老爷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我跟你们拼了！父亲蒙冤，母亲惨死，罪魁祸首便是兰氏一族，谁都可以做皇后，唯独兰贵妃不可为后。我本就是带着一条命进宫的，何惧一时？若你愿赌，便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做，切记谨慎，不要让人抓住把柄。
听说城外难民都已妥善安置，城中疫情减缓。如今宫里只剩下端妃和14，并无新染病例。如今他们都已无大碍，总算是熬过去了。多亏了你献上那药方，臣妾不敢居功，全靠皇上运筹帷幄。禀皇上，贵妃娘娘，端妃宫中来人说，端妃娘娘情绪激动，动了胎气，可传了太医？已传了太医。只是听宫女们说，端妃脾气很大，宫人们都很害怕。听说孕妇最忌情绪不稳了。朕先去看看她。哥哥都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个的趋炎附势。本宫协理6宫之事，这些东西哪一个不是先经着本宫挑选的？如今他协理6宫，竟然处处给本宫穿小鞋！皇上，皇上，你可算来了，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！悍妇！哼！皇上！四喜，你来回走做什么？吵得朕心烦。皇上，是臣妾。惠贵人。臣妾许久未见到皇上，心中想念，便想着熬些补汤来为皇上宽心。皇上，您这手怎么受伤了？无碍，小伤而已。虽说是小伤，但也伤在龙体啊。四喜公公，劳烦您拿些伤药过来。这……皇上近日忧心山东之事吧？灾情本早已平定，却有人贪墨赈粮，激起民愤，眼下已有数处哗变。竟有此事？听说主事的是端妃之父，他一向谨慎，怎会出此纰漏？此事尚无定论，朕不愿妄下判断。皇上，来喝碗汤吧。皇上，皇上好像出痘了。这给朕把镜子拿来！妾身方才涂了药，再忍一忍，很快就不痒了。你怎么不蒙上面纱？万一被朕传染……说是能与皇上共苦，也算是臣妾的福气。
药煎好了，请皇上服下吧。臣妾来吧。甘草加的多，一点也不苦。朕这一病，倒是看清了人心。惠贵人，你有心了。妾身不过是鲁莽了些，其他姐妹也对皇上忠心一片，只不过不敢打搅皇上休息。惠贵人真是个醇厚之人。妾身只盼皇上能安心养病。只不过，臣妾觉得这场斗争来得蹊跷。哦，何出此言？端妃娘娘因养胎足不出户，却偏偏是第一个感染斗症的，这事儿未免也太巧了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，乃是兰妃摄取，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司喜，奴才在。给朕彻查此事。这。为何？皇上为何突然要彻查斗争源头？前清宫传来的消息说，皇上染上了斗症，每日痛苦难熬，难免多思所想，觉得斗症流入后宫一事疑点重重。此事虽然我们做得干净，可若严查，难保没有疏漏。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保密。你去一趟，该消失的人，就让他永远消失。可端妃曾指名道姓的指证过我们，当时太后和皇上只以为她因憎恨贵妃娘娘才胡乱诬告，万一人死了，岂不是我们嫌疑更大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证据落到他们手里，本宫就全完了。如果他们没有证据，就算他们怀疑本宫，也奈何不了本宫。哼，你赶紧去将此事办妥。算算时间，兰贵妃那边应该要行动了。王爷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坐下。靠近一点。可以。我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就答应这么痛快？那我要是让你去杀个人呢？这是本王的令牌，本王的手下任你差遣。不用，我只是想让您帮我救个人。可以。谢谢王爷。诸位大人，可有讨论出什么章程来？皇上这病到底该如何用药？回惠贵人，这几日臣等仔细观察了皇上的病情，觉得甚是蹊跷。
结合之前端妃娘娘和14王爷的病程，臣等觉得皇上的病并非痘症，不是痘症，又是什么？是类似痘症的另一种病，民间称水花。此病一般能自愈，等烧退了，皇上自然会好起来。臣等已经给皇上开了退烧药，等药煎好便可服用。水花，他果然料事如神，什么都在他意料之中。你要本王替你救的人，本王已经救了。谢谢王爷。本王的人赶到时，他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你果真料事如神，凑巧，凑巧而已。过来跟本王用膳。好。今日这碗膳如何？很丰盛。和往日可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今日这糖宝、蒸糕，还有这芙蓉虾，可都不是宫里的菜哦，外面酒楼的？不是，这3样美食啊，是芙蓉镇的特色美食，本王的手下刚刚带回的。芙蓉镇，你手下人真好，出差还回来给你带特产。你不知道芙蓉镇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你知道沈大柱这个人吗？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怎么啦？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事儿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随便问问。哦，王爷请。14爷如何？不出所料，他根本不是叶锦。王爷，你已经试探过了。芙蓉镇是叶锦的家乡，沈大柱是叶锦的父亲。可本王跟他提起芙蓉镇和沈大柱的时候，他毫无反应。坏了，马甲掉了，这该怎么解释？谁？哎呀，是我。放手！哎呀，疼。下去吧，此事交给本王处理。轻点。其实我是个孤女，被我赤绝户的叔叔卖进了青楼。当时我拼命的跑了出来，但是我没有钱，差点饿死。幸好遇到了选宫女的队伍，那个太监救了我。真正的叶锦已经病死了，他怕担责，就让我顶叶锦的名。王爷，我进皇宫纯粹是为了活命。我不可能去刺杀皇上，而且我对太后和王爷没有任何不利。希望王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其实你是不是叶锦，本王并不在意。那王爷这是？本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。什么猜测？你还记得本王给你讲过当朝国师的故事吗？记得。那你知道他的下场吗？不知道，这段小说里没写呀。皇阿玛登基之后，他被群臣弹劾，他承担了皇阿玛登基路上所有的罪孽，最后，他被以妖人的身份处以极刑。啊！天哪！你所有的卷宗，本王都已经销毁，叶锦的父母也都安排妥当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叶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我自己来，谢谢王爷。皇上，皇上。什么时辰了？
怎么天都黑了？已经有时了。太医说您高烧才退，不能再睡，得醒过来动动气血。你这奴才怎么在这里？朕不是让你去彻查斗争源头之事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查清了。皇上，先喝药吧。您这几日高烧昏睡，身子要紧，先喝了药啊，再听也不迟。思熙，你先说着，朕听着就行。可皇上，这惠贵人不必回避，你说便是。是，奴才顺着线索追查，最终查到了内务府总管的李大监。可李大监不在宫中，奴才便派人出去寻他。至于在今朝找到了他的私宅，那个不是寻常奴才住的地方，而是2品大员才能住的大宅。奴才正打算请他回宫，谁想半路有人要暗杀他，他吓破了胆。一听是皇上传召，不等用刑就立马全招了。端妃之事却是人为，而幕后的主谋是兰贵妃。毒妇，狠毒至此！朕要褫夺她的封号，废了她的贵妃之位。思喜传旨。皇上，此事太后也知情。太后的意思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处理的不可太过高调。皇上，切莫动气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传旨，兰贵妃性格跋扈，骄纵无礼，藐视皇权，逼宫反省3个月。那个李大监胆大包天，行凶谋害皇嗣，罔顾王命，斩立决。奴才领旨。思喜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许是我落下了什么东西？可不是，惠贵人，这是落下了天大的恩赏。惠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贵人钮祜禄氏之惠，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。滋养承皇太后慈谕，册封为嫔，钦此。那奴才便向惠嫔娘娘道喜了。从此，这娘娘不只是小主，便是这真正的一宫之主了。娘娘客气了，这不折上奴才吗？往后还要仰仗四喜公公多多关照。公公若是不收，便是和我见外了。那奴才便谢过娘娘了。本宫近来肚子愈发沉了，一阵阵的下坠。本宫真是懒得再动弹了。就是这样，才需要出来走一走，这样等到临盆的时候就不会太遭罪。昨夜，本宫做梦梦到额娘了。那是老夫人在惦念娘娘呢。奴婢这就去慈宁宫禀太后，求太后让老夫人进宫陪您说话，说不准能开恩，让她多留几天。可惜了，本宫父兄都不在京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差事办得如何。再过1、2个月，本宫腹中的小皇子就该临盆了，也不知他们能否赶回。一定能。哎，娘娘，您看那边的花开得多好，咱们去看看。
端妃娘娘真是可怜。是啊，她还不知道她父兄的事儿吧？真儿姐姐一向是报喜不报忧的，端妃的父兄一向清廉，这回怕不是被人陷害了。就算是冤枉，那又如何呢？听说为平民愤，朝廷可是当众处决了他们，尸首都被灾民哄抢，连个全尸都没剩下。还有人说，处决他们的是贵妃哥哥旧部。你说这件事儿，会不会就是贵妃手艺的？娘娘！这马上就要临盆了，怎么会突然就动了胎气呢？怎么不叫了？这屋子里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哎呀，皇上，你不要过于紧张，他也许只是昏厥了。皇上太好，微臣尽力了。情况如何？端妃娘娘早产，是个男胎，出来时已经窒息，没能救活。端妃呢？端妃如何了？端妃娘娘失血过多，又伤心过度，微臣已经尽力施救了，却无力回天呐。皇上，是端妃娘娘轰了。那两个宫女呢？已经畏罪自尽了。端妃妹妹，本宫送你一程。小说里，端妃最终也是因为家族超长而死，但那应该是很往后的事情了。我刻意激化后宫矛盾，本来想一起扳倒端妃跟兰贵妃，但是没想到兰贵妃使这么一出毒计，提前害死她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是你害我。一姐，不怕，不怕。叶姐，幻觉，幻觉，
我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只是一个幻境而已，小说世界的幻境。沈招娣啊，沈招娣，千万不要被幻想中的美色所诱惑。兹尔威武将军之女，佟家氏宝珠，笃生明族，聪慧贤德，品性端雅，滋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封尔为德品钦此。娘娘，佟家氏确实是今日入宫了，封的是嫔位，给的封号是德品。好一个德品！本宫费了那么大力气才斗垮端妃这个劲敌，没想到最后却是为她做了嫁衣。走了一个端妃，又来了一个德品，据说是皇太后钦点的。哼，入宫就封嫔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儿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培养皇后候选人呢。那老东西压根儿就没想过让本宫做皇后。皇太后毕竟年纪大了，这德嫔以后能不能成气候，能不能做上皇后，最终也不是她说了算。德嫔那边，我们要做些手脚吗？端妃之事已令皇上和太后对本宫心生芥蒂，暂时不宜多收事端。不过，倒是可以先安插几个奴才去他宫里。这件事情，你亲自去安排。是。哼。月珠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德嫔娘娘想念你做的点心，特意求到太后那儿，想要你做点心的方子。太后拗不过她，答应让你去太宫里教她做点心。如果你实在不想去，我也可以去回太后。无妨，我去准备下食材，即刻便过去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躲得过初一未必躲得过15，不如见招拆招。我们德嫔娘娘要吃你做的苹果糕，限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做好。半个时辰，至少得给我2个粗使宫女烧火揉面吧？没有，我们娘娘才刚进宫，宫中的事务还未安排妥当，哪有人安排给你？你们俩不是人吗？你们2个既然这么闲，就留下来给我烧火吧。我们如今可不是粗使宫女，是在德嫔娘娘殿内伺候的2等宫女。就是，你自己先忙着吧，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再来取糕点。哼。娘娘，点心做好了。糖放多了，让她重新做。是。
娘娘，叶锦姑娘又重新做了一份。淡了，重做。德嫔娘娘说了，寡淡无味。好，我再做一锅。要是这次再做不好，再做不好就再做一锅。德嫔娘娘有的是耐心，你在这儿跳什么脚？你什么你？闲的？来，过生火，过来。哎，你想得美！还不走？真蠢。太油了，去，太干，太软了，太硬。这个颜色，本宫不太喜欢。这个花纹，本宫也不喜欢。形状不太好，太凉了。本宫都说了，娘娘说了，这次点心火候似乎不够，劳烦叶锦姑娘再做一次。没有面粉了，那我们可不管，反正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再来取糕点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看来德嫔娘娘是故意为难我。就算是故意为难你，你又能如何呢？住口！春桃姐姐，胡说八道，再次败坏娘娘名声。春桃姐姐，叶锦姑娘，今日您受累了，我们娘娘很是过意不去，请您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两位姐姐，先是在兰贵妃那儿伺候，现在又能在德嫔娘娘那儿伺候，这宫里的门路颇多呀。春桃姐姐，你需要听她胡说。我们也只是贵妃宫里的粗使丫鬟。就是，我们之前有旧怨，她就是故意挑拨。哎。王爷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去做了会儿糕点。这糕点又不是第一次做，怎么这次弄成这样？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王爷，我太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王爷，奴才问清楚了，是德嫔娘娘竟然招了叶锦姑娘过去，说是喜欢吃叶锦姑娘做的点心，想让叶锦姑娘亲自教她做。知道了，下去。这。我。以后要是德嫔召见，不必再去。唉，我就是一个小小宫女，怎敢违抗德嫔娘娘的旨意？这是本王与她的恩怨，本王自己会去说。王爷，
您私下跟皇上的妃嫔相见，是怕皇上对您的猜忌还不够吗？皇兄对我的猜忌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你在他宫里过得如何呀？娘娘，奴婢虽身在德平宫，可心却在娘娘这儿。本宫知道你的忠心，等此事一了，本宫身边1等宫女的位置便是你们的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外面虽然都说德嫔得宠，可皇上宠幸她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而且即便来了，两人相处也是淡淡的。哦，奴婢侍奉德嫔午睡时，曾亲耳听到她梦中低唤14爷。想不到，他竟是个痴情的种子。只是痴情人，何必入宫啊？如今皇上每次来后宫，10有8九都会去我那儿坐，就算是不留宿，也会陪我用膳说说话。可我这心里啊，总觉得不安稳。这皇上待你是有几分真心的。帝王之心，最是难测。那兰贵妃犯下如此大错，皇上却仅仅将她禁足。说她复仇，第一个清算的人便是我。还有那德嫔，她一入宫便是嫔位，看她的眼神，也不是好相与的主。说是我，妹妹为何如此看我呀？我记忆中的慧姐姐一向稳重冷静，进退有度，只是很少见你有如此焦虑猜忌的时候。我近日确实是太心急了，我只是想早日替父亲平冤。其实不用着急，皇上对兰贵妃已生厌恶之心，只是忌惮她的父兄。至于德嫔，她心中没有皇上，哪怕是站在高位，皇上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。看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什么传言？我刚在御花园听到几个小宫女在八卦，说是德嫔心里还惦记着14爷，进宫也是为了离14爷近些。如今在宫里日日惦记着14爷，不愿与皇上同房。传播此流言者甚是恶毒，这是要置德嫔和14爷于死地。没错，此话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不仅德嫔会倒霉，连14爷都会受到牵连。那你可要通知14爷早做防备。暂时不用，此事的关键并不是14爷，而是德嫔。德嫔可不是善茬，她可比端妃聪明多了，她应该知道如何应对。请太后娘娘为宝珠做主。你这孩子，起来说话。臣妾虽与14爷曾议过亲，那已是过往之事。太后也知道，我们2人之间清清白白。如今臣妾既已入宫，便是皇上的人，自然该一心一意侍奉皇上。可臣妾不知哪里得罪了人，竟被人传出恶毒流言，说我心中尚还惦记着14爷。这话一传，是要将臣妾逼上死路啊！太后娘娘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事到如今，有些话哀家不得不说。这流言之所以四起，与你自身脱不了干系。太后，妾是……先别急着分辨，哀家没说你真的做了什么，但是你心里如何想的，哀家一清二楚。你既已进了宫，就是皇妃，就该断了之前那些念想。这后宫从来不是避世之所，你想活得好，就该立起来。你自己立不起来，没有人帮得了你，哀家也帮不了你。
好了，这流言，哀家会查会处置，但是你是不是也该吃一堑长一智？回去之后好好想想，该如何做才能保全自己，保住家族的荣誉。是，宝珠受教了。皇上，妾身失忆，皇上恕罪。爱妃有何不是？许氏昨夜受了凉，妾身……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惠嫔娘娘有喜了，喜脉稳健。赏！今日在场所有人皆有重赏。谢皇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朕即刻下旨，册封你为惠妃。皇上，树大招风，妾身害怕，像端妃娘娘那样，保不住这个孩子。不，别胡思乱想。你和端妃不同，你不仅是朕皇长子的生母，更是朕心目中最合适的中宫人选。朕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伤害。臣妾从未妄想过这些，只求能平安守护腹中胎儿，无愧圣心。站住！德嫔娘娘并未传你，你拿着食盒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今日做的新糕点，想着娘娘素来喜甜，便来给娘娘送些。德嫔娘娘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想不想见，还得是娘娘决定。劳烦两位姐姐通报一声。还想让我们俩给你通传？哼，我们俩今天在这儿，你就休想踏进这里一步。你说你们两个既坏又蠢，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命不久矣。我要是你们两个呀，肯定找个由头调离此处，说不定还能保一条命。你竟敢咒我们！叶锦姑娘来了，春桃姐姐，可巧我们娘娘正念叨着您呢，快请进。让开！哼！奴婢见过娘娘。听说你是来送点心的，怎么不怕本宫为难你？今日这份点心不仅是吃食，还是药，能治娘娘的心病。心病？本宫有何心病？这道点心名叫虔诚，不知娘娘是否有兴趣它的做法？有趣。一个小小的宫女也想教本宫虔诚？唉，娘娘，您容貌美，家世好，并不屑于后宫争宠。奴婢确实佩服您的高洁，但这并不是后宫生存之道。前几日的流言蜚语，想必娘娘也已清楚。若非太后的雷霆手段，
想必娘娘和您娘家的名声早已践踏至泥地了吧？那你认为本宫该怎么做？娘娘要想在后宫过得舒心，必须得有地位和权势，而这两样只有皇上才能够给您。争宠不一定要侍寝，若是娘娘能够利用自身优势，说不定有别样方式可走。本宫的优势？皇上，德嫔今日前来，可有要事？臣妾想请皇上去试菜。试菜？皇上是知道臣妾的，臣妾喜欢吃，也喜欢研究一些点心菜式。臣妾自从入宫侍奉皇上，就一直想根据皇上的口味研究一些新菜式。臣妾研究了许久，如今总算是小有所成，所以今日特请皇上来我宫里验证成果。德嫔可真是良苦用心呢。臣妾入宫就是来伺候皇上的。走吧，朕正好有些饿。四喜公公刚差人来告诉娘娘，皇上今儿不过来用早膳了，说是去了德嫔那里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奴婢听说是叶瑾给德嫔出的主意，让德嫔以美食去讨好皇上争宠，枉我们主仆一直把她当做自己人，没成想她现在为了权势，竟转头就去投靠了德嫔。此话是从何处听的？奴婢一个同乡姐妹，是德嫔宫里的洒扫宫女，是她告诉奴婢的。她为人老实可靠，绝不会胡编乱造。叶瑾近来确实跟德嫔娘娘走得极近。我相信叶瑾不会背叛我，这些话此后莫要再提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德嫔同家氏选宫之初，奉承先命，克贤于礼，弥谢于情，柔嘉忠节，德运温柔，特进德嫔为德妃，钦此。奴才恭喜德妃娘娘。恭喜娘娘！奴婢恭喜德妃娘娘得偿所愿。起来吧。谢德妃娘娘。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若不是你向本宫献计，本宫怎会想到不必侍寝，不必曲意逢迎，单凭一顿饭竟能打动皇上封妃？若是说出去，怕是没人信。正所谓存在即合理，皇上需要娘娘。你处心积虑助我，是想从本宫这里求什么？你我之间可还有旧账没有算清呢。娘娘，奴婢从未把您当作敌人，在奴婢眼里，娘娘不过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女子而已。相反，奴婢反而佩服娘娘的敢爱敢恨。佩服本宫？你抢了本宫的心上人，如今却说什么佩服？你可真会说话。娘娘既入宫，自是背负家族期许。如今封妃是一时风光，宫中局势诡谲，后宫非战场却胜似战场。
娘娘强敌环伺，内忧外患，实在是不必把心思放在奴婢这个卑微之人身上。更何况，奴婢是娘娘的助力，而非阻力。你果然不是俗物，本宫输在你手上，倒也算不得太辱没。你看这花多好看！你看这个，这个特别好看，对吧？给德妃娘娘请安。各位妹妹快请起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何必多礼？今日阳光正好，花开的也旺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如一道赏赏这满园春色。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呢。能与娘娘同游，是我们的福气。她才入宫多久，就成了妃？可她终究越不过娘娘。从前端妃也是妃位，怀了皇嗣便能压本宫一头。如今这个德妃年纪轻，家世好，美貌更胜端妃，还比她聪明100倍。日后若让她诞下皇子，本宫还有何胜算？娘娘别说丧气话，大将军就快回京了，他最疼娘娘了，定会为娘娘想办法。皇上近日对兄长多有不满，后宫之事又何必再牵扯兄长？妾有一连环计，可助娘娘扳回这一局。翠微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贵妃娘娘想吃你做的点心了。贵妃娘娘想吃什么，我这就去给她做。我们娘娘嘴巴挑，想吃新鲜的。叶锦姑娘，不如去我们宫的小厨房做。好，请吧。王爷，回来了。今晚兰贵妃找你何事？没事，我先回房了。等一下，看你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定有事儿。为何你不试着信任本王呢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惠嫔的身子日渐沉重，就不要来慈宁宫请安了。谢太后娘娘体恤，不过太医说臣妾需每日多走动，臣妾不妨事。每日多走动，可以去御花园走走，不要往热闹处凑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罢了，今日请过安了，便都散了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嫔妾要揭发惠嫔杀害秀女秋玉之事。你说什么？1年前选秀，秀女秋玉暴毙房中，那时都以为凶手是宫女叶锦，后来叶锦洗脱冤屈，但真正的凶手始终未查清。如今嫔妾手中有物证，足可指认当年真正的凶手，此人正是惠嫔。这后宫刚清静几日，你又再起风波。萧贵人，你要知道，你若拿不出真凭实据，以下犯上之罪，你可担得起？嫔妾有证据，证据就是这朵珠花。这的确是惠嫔的珠花，惠嫔选秀之前日日都带着它。
秋玉死时，验尸官言他指尖血痕重重，显示死时死死抓住某物，但那时并未找到此物。后来，臣妾在他头七之日过去祭奠，无意之间便在床榻夹缝之中找到了这只珠钗，近日才知这是惠嫔以前常戴的发饰。你若无旁证，仅凭此物，岂能与人定罪？太后，臣妾愿做人证。那日秋玉遇害，惠嫔确曾外出，回来时神色惊慌。既如此，当年你为何不说？当日臣妾虽疑窦重重，却因初入宫门不敢多言。如今实在夜不能寐，梦魇缠身，才决定说出实情。惠嫔，你如何说？回太后娘娘，嫔妾没有杀人。你们觉得呢？如太后所言，此案久远，且人证物证皆存疑，臣妾不敢妄断，但只觉应谨慎为上。臣妾觉得此案应该彻查到底。彻查？若太后信任臣妾，不如将此案交给臣妾来审理，臣妾定会给太后一个交代。臣妾愿协助德妃审理此案。那再好不过了。除了惠嫔和柳答应，其他秀女皆有不在场证明。惠嫔，你好好想想，可有事发时你在别处的人证？回贵妃娘娘的话，嫔妾没有。那就是说，秋玉之死，你无可辩驳。嫔妾还是那句话，嫔妾没有杀人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又拿什么自证清白？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惠嫔，也未必说明惠嫔就是杀人凶手。奴婢见过贵妃娘娘、德妃娘娘。起来吧，谢娘娘。储秀宫除了在座的各位小主，还有很多宫女和太监。此案若要重审，当年那些宫女和太监全部都要重新问话，更何况今日现场的小主们口供未必可信，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做伪证呢？叶瑾，你在说什么？奴婢今日也有一份物件，想要呈给大家看一看。当年秋玉遇害，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。这个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。若按这个逻辑找凶手，那奴婢认为发钗的主人便是凶手。这发钗不是柳答应的吗？柳答应，你既无不在场证明，对此你作何解释？嫔妾当时在房间里睡觉。有人证吗？皇上驾到！众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荒唐！一场陈年旧案，没有证据就被翻腾出来，搅得后宫不得安宁。皇上救命！是柳答应以家父家母的生命为威胁，让臣妾诬告惠嫔。嫔妾没有，那珠花便是你给嫔妾的。今日的诬告之计，也是你让嫔妾说的。是少贵人诬陷我，嫔妾真的没有。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将柳答应拖去慎刑司。若诬告属实，杖毙。救我啊，娘娘！是你让我……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杖毙！来人，带走！娘娘，嫔妾都是为了你呀！皇上，皇上！
皇上，来人，召太医。这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确实是柳眉指使的，但以他那个脑子，他想不到如此周全的计划。十四爷替我查过了，这背后还有一个人，是云溪。云溪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因为嫉妒，同时也可以讨好他们的主子兰贵妃。这一招实在狠毒。虽说时日已久，证据不足，很难定我的罪，但正因证据不足，我也很难洗脱嫌疑。没错，姐姐如今怀有皇子，又有皇上宠爱，这事确实要不了你的命。但杀人嫌疑4个字扣在你头上，便是你一生的污点。以后你在后宫的位分也很难晋升了。来日即便诞下皇子，也未必能养在膝下。如此，兰贵妃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你这个心腹之患，还真是歹毒。今日多亏了妹妹替我破局，否则我早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你我之间何必说如此生分的话？今日之事，你正好借由受到惊吓而告病，关上门来好好养胎。如今德妃上位，兰贵妃有了新的对手，暂时不会只盯着你了。可我这肚子还有几个月便要临盆，万一他趁我临盆的时候动手脚，叶姬妹妹，我好害怕。到时候你会在我身边，你会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肯定会陪着你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在你身边。妹妹的恩情，我记一辈子。好啦，我们先回宫去。贵妃她无碍吧？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这是喜脉呀！什么喜脉？娘娘她有喜了。皇额娘，怎么了？贵妃她有孕了。哦，贵妃头些年伤了身子，这些年肚子一直没能有动静，怎么突然有孕了？是不是诊错了？郑太医和张太医皆为妇科圣手，他们都为贵妃号过脉，不可能出错。那贵妃这一胎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理？既然来了，便是朕的骨肉，朕希望她能平安出世。皇上长大了，既然有了决定，就妥善安排吧。那儿臣便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额娘有何事吩咐？陪哀家用顿膳吧。咱们娘俩很久没有坐到一起，好好谈谈了。听说西南边陲有些官员横征暴敛，以致苗民揭竿而起，已经攻占了多地。额娘消息灵通。你连日来召集大臣议事，这么大动静，
额娘怎能不知？额娘年纪大了，有些年不问政事，但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向额娘知会一声。额娘如今应该安养天年，儿臣若时不时拿政事来烦扰额娘，岂不是不孝？兰贵妃兄长曾驻守过西南，和苗疆打过交道。照理说，平叛之事由他带兵最为妥当。只是，自他入京以来，一直称疾在身，闭门不出。朕屡次召见，他皆推辞不应。难道本朝再无可用之将？这些年，兰氏父子权倾朝野，朝中诸多武将皆是贵妃派系。如今仓促动兵，一时之间，恐怕很难和兰氏撇清关系。那就用你14弟当年平定西南，老14也在军中，也跟苗民打过交道。他是你亲弟弟，对你忠心耿耿。若由他挂帅，岂不最为稳妥？小说里的14，不正是命丧西南吗？太后娘娘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养神汤。听说您最近夜不能寐，这碗汤最是安神，喝完能睡个好觉。还是你这丫头啊，最为贴心。您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听闻西南起战事，太后娘娘意欲让14爷出征。你是在担心老14呀？奴婢心中不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建功立业。再说他又不是独自去犯险，那么多人护着呢。其实奴婢担心的，并非疆场之险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奴婢有一旧闻，说给太后娘娘听。好。昔年，周朝有一位国公，名曰郑庄公。其生母姜氏偏爱幼子公叔段，对郑庄公百般冷淡，甚至图谋废长立幼。庄公表面容忍，实则暗中设局，终将弟弟置于死地，亦将生母姜氏幽禁于台上10余年。世人只叹是兄弟戏强，母子决裂，但这祸根就是那一场偏爱与干政。你将哀家比那姜氏。太后娘娘，只是太后若怜惜14爷，应护他清静远离朝政，而并非将他推入这漩涡之中。放肆！胆敢妄议朝政，来人！太后恕罪，只是奴婢所言句句发自肺腑，还望太后明察。瑞珠，带他去经堂，好好抄经，好好反省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额娘，叶瑾定是无心冒犯，还求皇额娘宽恕。他不是无心，他是心太多了。额娘，你要是还想再见到他，就不要再替他求情。这孩子的性子得好好磨一磨，否则这般莽撞，哀家可不放心他在你身边伺候。小个人能改变命运，王爷一定也可以的。但到底是想个什么办法能阻止他去西南呢？王爷，叶瑾，你到底跟太后说了什么？为何她这次会如此震怒？我不过是跟他讲了郑庄公的故事。你为何？
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命运。王爷，你听我说，叶姐，你若去西南，必死无疑。叶姐，叶姐，你坐，你坐。原来那个梦早有预示。叶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昨夜太后娘娘犯了心疾，太医诊断建议太后迁居静地调养。这不一早上，整个慈宁宫都在张罗。瑞竹，太后醒了，快把温治的药拿进来。太后，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医吩咐，若您醒了，得先把这碗药喝下去。喝什么药啊？哀家这把老骨头，碍了人的眼。有些人巴不得哀家早些去。太后娘娘切莫多想，您昏迷那阵，皇上可急坏了，一直守在床前。只是方才急报送到，军情紧急，这才去了前朝。14爷病重，得知您昏迷，非要过来侍疾，好歹让人劝下了。做这副姿态，都是做给旁人看，一个个的没良心。日主啊，哀家筹谋一生，不过是为了这2个儿子。可这2个儿子，一个个的不领情。你说，哀家错了吗？太后娘娘慈母之心，怎会有错？奴婢来自草原，我们草原有一句古话：雏鹰若想翱翔9天，必得独撑风雨。太后应该替皇上感到高兴，他撑得起这江山，才是真正长成了。王爷，你还好吗？我这一觉睡得好累，就像身子骨散架一样。叶姐，答应我，永远都陪在我身边，好吗？我带你去找皇额娘赐婚，我要你做我的父亲，唯一的父亲。然后，我们就远离朝堂，远离是非，做一对潇洒的闲散夫妻，好吗？王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我不能跟你一样离开皇宫。为何？
因为我得陪着智慧，只有她当了皇后，我才能回去。我不是叶锦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不属于这个皇宫，我不属于这座城，我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你又在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王爷，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对不起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只要你在这里一天，我就会在你身边护你周全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哪怕你有别的归途。一直以来，你替我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又因为我错过了和14爷在一起的机会，我这辈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你只需安心待产，平安的把这一胎生下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奴婢给惠嫔娘娘请安。我们贵妃娘娘想吃叶锦姑娘做的点心，还请叶锦姑娘移步一趟。奴婢今日身体不适，恕不能前往，还请贵妃娘娘见谅。我们贵妃娘娘身怀龙嗣，这些日子胃口不佳，好不容易有了想吃的东西，还请叶锦姑娘莫要推辞。叶锦确实身体不适，翠微姑娘又何必强人所难？叶锦，我们走。保护惠嫔是你们的职责，但今日之事与惠嫔无关。叶锦不过是一个小小宫女，公然违抗贵妃的旨意，你们难道要为了她而得罪贵妃娘娘吗？你，惠嫔娘娘还是别多管闲事。今日一早，皇上便去了京郊大营，如今宫中无人能为您撑腰，凭您之力，又怎能违抗贵妃娘娘的旨意呢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！放肆！我看谁敢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拦下来！惠嫔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保护您，旁人不在奴才职责之内。今日此局难破，智慧恐怕护不住我，我自己会走，跟你们去便是了。带路吧。叶锦，帮我给14爷传个话。奴婢叩见贵妃娘娘，听闻贵妃娘娘想吃奴婢做的点心，奴婢这就去。点心？你以为本宫叫你来是为了吃东西？从你去帮惠嫔的那一刻起，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本宫奈何不得惠嫔，可要你的命，却比杀一条狗还容易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杖毙！谁敢动我？我是慈宁宫的人，若要处置，得禀明太后。太后，本宫曾为了皇后之位处处讨好。可如今本宫看透了，那皇后之位从来轮不到本宫。既如此，本宫又何必处处顾忌？动手！放开我！
娘娘，既然叶瑾说14爷能够救他，我们派人送封信就够了，何必如此忧心？不能告诉14爷。14爷只是个亲王，无权插手后宫之事。说是他贸然出面，反倒落了别人画饼，得告诉皇上。可是皇上如今在京郊大营，且他素来不喜叶瑾，未必肯管这事啊。所以我得想个法子，一个让皇上非得回来，非得见我的法子。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你这么多年独宠却无所出，你就没有想过原因吗？放开！住手！你知道什么？奴婢知道，贵妃娘娘出入宫，皇上最爱您这一身肌肤，夸您肤若凝脂。自此，贵妃娘娘便对养父愈加上心。后来一位太医投您所好，献上一味甜如蜜的白鹿饮，至此，贵妃娘娘一日不落，对吗？这白鹿饮是绝育汤。胡说八道！贵妃娘娘的母家子嗣兴旺，您的5个姐姐皆有儿有女，可偏偏您独宠多年，却未所出。可太医却说您一切都好，除了这白鹿饮，您还想到了什么？娘娘，惠嫔娘娘有急事求见。怎么，她要临盆了？太后和皇上比谁都重视她，身边一群人伺候着。接生嬷嬷和奶娘早就准备好了。如今本宫虽协理6宫，她那里的事，本宫可一样都插不上手。她是为了叶瑾而来的，说是兰贵妃忽然派人将叶瑾抓走了。找本宫救叶瑾？哼，她到底是想救人，还是想她死得快？有意思。你想说什么？要不还是让他先进来叙话吧。要是让人看见他一直站在咱们宫外，还说咱们欺负他呢。进来之后呢？他这大着肚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本宫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他一个太医，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？贵妃娘娘英明，一下就想到了关键。是太后？不，是皇上。你可真会编笑话。是不是说笑？娘娘心里清楚，皇上忌惮您的父兄，怎会让你诞下皇子？叶瑾，你休要挑拨离间，你说的那些全部都是臆想。贵妃娘娘每日都饮白鹿饮，若是像你说的那样是绝育汤，娘娘怎会怀孕？这就是我说的第2个秘密，跟那孩子有关。娘娘，你休要听他胡言，一定要把他拖出去杖刑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娘娘服用多年的白鹿饮，不可能有孕。如今这太像是假孕药的效果，荒谬！娘娘每日辰时必服一药，否则胎象不稳，对吗？此药有毒，一日不饮，娘娘便生不如死。这下药之人，对娘娘恨之入骨。娘娘，你别听他胡言，是不是胡说？一试便知，停药1日便知真假。
这药，本宫早就停了。如他所说，这胎来的古怪，本宫从宫外请了名医来看，他一眼便看出这方子有问题。云溪，你可知本宫今日为何叫你来？我今日天清气朗，适合杀人。来人，拿下他！娘娘，你不要听他的！娘娘不要听他胡说！德妃娘娘，嫔妾有要事要求见德妃娘娘，还望德妃娘娘一见。娘娘，我们先回吧。既然德妃娘娘不愿意帮忙，再另寻他法。惠嫔娘娘，您身体要紧，还是回宫歇息去吧。德妃娘娘，皇上让您协理六宫，后宫之事就该由您做主。如今叶寝性命垂危，您却闭门不出，这是何道理？娘娘，若是德妃娘娘因九月不肯相救而袖手旁观，嫔妾求德妃娘娘，嫔妾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。还有秘密吗？有，还有，留着去地底下讲吧。本宫今日乏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啊，动手！德妃娘娘，求您看在嫔妾的面子上，救救叶瑾吧！娘娘，你何必如此啊？娘娘，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兰贵妃，我是慈宁宫的人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兰贵妃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德妃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我知道所有人的结局，唯独不知道自己的。也许这样死了，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好疼啊！王爷，再见了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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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我们回去吧，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求娘娘，娘求，娘娘，娘娘，住手！怎么？你想救他？本宫要杀的人，可活着走不出宫门。不要！叶瑾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皇上驾到！14住手！今天谁也别想拦本王！你想杀了本宫为他陪葬？来呀！夜间流血不止，你难道要看着他死在你面前？快传太医去慈宁宫，今日之事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夜间，我们走。贵妃身患重症，即日起闭门养病。养病？本宫没有病，病的是你们，是你们所有人！真是个疯子，把他给镇压下去！皇上，不好了，和平娘娘见红了！娘娘，娘娘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娘娘，来，娘娘，用力，娘娘你别害怕，来，用力，娘娘，用力啊，娘娘，使劲儿！娘娘，千万别泄气啊！娘娘你别害怕，娘娘，加把劲儿！娘娘，用力，用力啊，娘娘！来，再加把劲儿！娘娘快了，就快了，就快了！用力啊，娘娘！用力呀，娘娘！娘娘，来，使劲啊！娘娘，快了，看到头了，看到头了，娘娘！叶姐，叶姐，叶姐，你还好吗？叶姐，王爷，我要回到我的世界了，你不要太伤心。不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抛下我，留下来陪本王，留下来陪本王。王爷，我来到这儿遇见你，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也不想走，但是我时间不多了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叫沈招娣，25岁，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心上人，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好，白首不相离，好吗？好。皇上，祖宗的规矩，男子不可进产房，更何况您是皇上。惠嫔娘娘吉恩自有天相，必会母子平安的。朕原以为德妃能妥善处理公务，没想到她竟如此无能，犯下此等大错，不仅愚昧，更是贪婪。司机拟旨，德妃骄横跋扈，违逆宫规，废除其封号，褫夺其掌管六宫之权。奴才领旨。娘娘，娘娘，快了，快了，用力，用力，别泄力啊，娘娘，再使劲儿，就快了，娘娘，再加把劲儿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皇长子降生，母子平安。启奏皇上，贵将军一战定乾坤，西南战事大捷！大捷，好一个大捷！此乃天赐祥瑞啊！皇长子真是朕的福气。传朕的旨意，贵将军战功卓著，特赐封为镇南大将军，赏白银1万两，赐府邸与田产，以示褒奖。朕的皇长子，此小名为祥瑞。你不许走。叶锦姑娘，该喝药了。我都快死了，还喝什么药？张太医说了，匕首歪了1寸，看着很严重，其实不是致命伤。别说下辈子了，这辈子还没过完呢。喝药。这下老底儿全露了。Oh my god！ 皇上。慧儿，慧儿，别强撑，朕来看你了。
好养着，待你康复，朕定会让你名正言顺，受尽荣宠。皇上恩重如山，臣妾不敢当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并非出身钮祜禄氏，是为湖州知府云天赐之女云慧。臣妾父亲一生清正廉洁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却被奸佞陷害，惨遭杀害。臣妾今日要为父亲鸣冤。爱妃有话慢慢说，朕听着。那是10年前的旧事了。为昭明父亲冤屈，揭露兰家罪行，臣妾这些年暗中搜集证据，皆写于这些血书当中。此为兰家罪状18条，条条触目惊心。臣妾愿意性命担保，这一切皆为事实。这些年来，朕蒙蔽于兰氏的谗言之中，竟未曾发现祸害如此深重。若不铲除祸根，天下难安，百姓难得安宁。你这血书来的正是时候。慈禧，传朕旨意，严查兰氏罪行，必须彻查清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平钮祜禄氏知慧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，故令其掌管6宫，册立为后。这场宫变，座上人换了面孔，知慧翻手为云，一步登天做了皇后。可我和14呢，在这深宫里，我们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安稳？王爷，我们成亲吧。你说的可当真？嗯。那我明天便通知内务府准备婚事。不必大动干戈，在我们那个世界，只要登记一下，交换信物，就算成亲了。信物？这块玉佩是我从小戴着的，那我把它送给你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戒指就是那个信物，但我没有准备男戒，就先把这个送给你。